朋友们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上一次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有一起讨论了习近平在5月5号的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就我个人来看呢，这一次会议它应该是党内围绕着20大的这个内斗，双方是正式的拉开正式要公开较量的一个关节点了，或者说它是一个分水岭了。那么以这一次会议为标志呢，习近平的权力呢，他应该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双方呢会在一个实力更为接近的这个层面之上来展开厮杀。我相信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的朋友们都很关注这个事件的进程，因为呢这场内斗它的结果很可能会对整个世界的局势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并且会进而影响到像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并且最终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跟进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因为呢，有一些新的传言爆料和官方宣传的一些不寻常的迹象它出现了。但是呢，在讨论之前呢，我想先简单的说一说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消息，一个我认为和这一次事件它是有关系的消息，这个就是浙江舟山天线异象的事件。在5月7号晚上8点左右呢，有多段网络热传的视频都显示就是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海域附近的这个天空它突然就呈现出一种异常罕见的诡异的血红色。这种景象呢，它令人感到非常震撼。那么当地的居民都纷纷的惊叹说这是什么天气这个天怎么啦？也有的孩子呢在喊说感到好害怕等等。那么这个视频的热传呢，它迅速就引发了很多人的猜测和不安。官方呢也是按照惯例就安排了一些专家来出面进行这种解释，其实是维稳了。比如说，就有专家呢，他先根据观测记录说，可以排除因为地磁和太阳活动而导致这种血色天空的可能。然后这个专家就认定说这是因为一艘远洋渔船的红色灯光在大气中的液体微滴的散射作用之下，把这个红光给散射到了很远的范围，造成这样现象。而北京天文馆有一位人士呢，则认为这个有可能是某些人造天体的残骸，它在坠入这个大气层的过程之中，它发生了爆炸或者是高度的摩擦生热所引起的这种发光现象。其实不管哪种说法呢，它都很难解释为何会在如此大范围的天空出现一种血红的颜色，对吧？我们都知道舟山地区它是常年都有捕鱼的，在过去从来都没有见过说有一盏灯它就可以映红大半个天空。至于说这个人造天体的坠落所造成的发光现象呢，与我们现在看到这种视频它其实差别非常的大，这应该已经是一个常识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很多网友都认为呢，这是一种罕见的天象，它代表着血光之灾，或者是某种大的灾异变化。一说到这个天象呢，可能就有朋友会觉得你怎么聊起迷信来呢？其实呢，这个天象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文化过去它非常讲究天人相应，对吧？这4个字。这个4个字它其实讲的就是人事与天象它往往是息息相通的，它是相互联系的，讲了这么一个道理。这个其实与我们现在科学界很多的发现它是一致的。那么这一点呢，其实连中共自己它都是从来不避讳的。尽管我们看到中共它从一开始就宣传这个无神论，对吧？它也极力的破坏传统文化，一概的把传统文化呢扣上什么迷信的帽子予以打击。但是其实中共党内他们信奉谶纬之说，笃信很多天象，甚至是某些异能之事，其实呢早就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秘密了。我们远的不说就有这个众所周知的毛泽东他命名的那个8341部队，还有在1976年吉林落下的那个陨石雨。近的呢，就有这个江泽民自知因为血债太多，他一度是闭门去抄写那个《地藏经》以求自保，并且呢，终身都没有去这个镇江这个地方去视察。包括中共高层对那个数字8的这么一种集体的信奉，我们看到无论是夏季奥运会还是冬季奥运会，它都是一定要选在8号这天晚上8点开幕等等等等。
就是说啊，中共他自己私下里其实是非常信奉这些东西的。即便按照中共的这种思维方式来看待浙江舟山这种血色天空呢，它也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呢，这个最直接的表象或者说是一种象征吧，它就是一种红潮落、红潮消散的这么一个表象，对吧？而且它又发生在浙江。你要按过去的说法，浙江啊，它可是习近平的农心之地啦，是枝江新军的大本营所在地了。所以这个天象，它意味着中共这个红色朝代将在习近平的手里来结束，也未可知，对吧？好的，我们下面呢就转入今天的正题。这个外界观察到中共政局近期出现了一些异动，主要是3大原因。一个呢是在4月底到5月初嘛，当局有一系列的重大的经济外交政策的转向，它就引发了普遍的关注。那么第二个是在5月5号啊，政治局常委会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官方通报，就是关于这个疫情防控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自媒体人老登他关于习近平有可能权位不保的先后已经有4次的这个一系列爆料了。那么这3大原因，它前2个呢可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也都和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讨论。那么第3个呢，它是属于尚待证实的爆料，是属于这个性质。所以呢，不同的人他对爆料的可信度他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系列爆料啊，它不早不晚，刚好与前2个事实基本上是同期出现。而且这种爆料内容本身呢，它也确有一部分合理之处，所以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参考和讨论的意义的。在这个老登的系列爆料中呢，其最核心的信息要点，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说习近平呢，他已经是被迫的内部禅让了这个权力，内定呢是由李克强暂时来主持工作了。党内呢会维持一种和平交权，一直过渡到20大以后才来揭开盖子。作为对这个说法的支撑呢，这个爆料人他就有提供了一些说法来供大众验证。是有哪些说法呢？我看了一下呢，它大致包括了下面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高层出现了一些重大的人事变动，或者说将要出现吧。这部分呢，它是明确的有提到了2个人。一个呢，就是习近平的心腹丁雪祥中办主任了，说他将要离开中办去接任上海书记，并且最终将在上海的任上退休。那么接替的人选都已经有了，这个人是一个叫做吴汉胜的官员。那么另外一个关键的人呢，就是李克强就读北大法律系的同班同学，叫做石泰峰的，就是说呢，他将会要入主中组部去掌控这个人事大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按照爆料人的说法呀，说这个当局为了政局的稳定，现在这种疫情防控呢，它仍然会在宣传上面继续的去强调这个动态清零，但是呢，它在实际的执行上会逐步的放松，大致就有点这个嘴上说清零，手上搞共存的意思了。那么第3个方面啊，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式的这种宣传，它就会大幅的降温。现在我们看到派这个王岐山去出席韩国新总统的就职仪式呢，意思就是说他要借此机会和美国去进行情况的沟通，希望呢美国暂停对中共的这种制裁啊、打击等等。我们先来说一说啊人事变动的这一部分。就这个爆料说丁雪祥从中办主任的位置上调任到上海去担任书记，并且会最终退休。这种调动呢，它在中共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而且啊，我们都知道上海它是中共政治的一个高地，对吧？在过去，凡是出任了上海书记这个位置的官员，按照定例，他是定例，我再强调一遍，他都是要进政治局常委的。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当年的这个上海书记陈良宇嘛，他被这个胡锦涛以反腐的名义拿下，所以呢，这个是唯一的一个例外。那么说这个丁雪祥他要调任上海，并且随后要退休的这个说法呢，这样看起来他实在是有点太过古怪了，他的可操作性呢其实是非常低的。至于说传闻中接任这个中办主任的吴汉胜这个人，
他在5月5号这天呢，已经被官方报道说他正式调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去担任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成为二把手了。而这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这个机构的书记一把手是谁呢？他就是丁雪祥。所以呢，我们从理论上说，这个吴汉胜他的确是有可能去接替丁雪祥的位置。所以呢，这个说法看起来呢，差不多是有点半真半假。此外呢，这个传闻还说，将要接掌这个中组部人事大权的这个石泰峰，他呢也已经在5月2号是被官方宣布说出任了中共社科院的院长兼党组书记。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就意味着已经年满66岁，他在去年就已经达到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红线的这个石泰峰呢，他在仕途上很可能他不会再上一层楼了。在正常情况下，他应该在明年的两会开完以后就到政协这些地方去养老去了，他不太可能说继续在20大以后还超龄服役去执掌这么重要的中组部。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对这个习近平宣传上的一些变化。我们先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头号党媒《人民日报》作为例子啊，我翻查了从4月25号到今天5月9号，一共是15天的头版报道。我们客观的说啊，我看到只有5月7号和8号连续这2天，习近平呢，他没有作为报道的主角出现在头版头条的新闻标题之中。在7号的头版呢，他有报道王岐山出访韩国的那个新闻标题是提到了习近平，但是呢，实际报道的主角呢是王岐山了。除此之外呢，在5月3号和4月29号，他都有出现过习近平当天没有登上头版头条新闻标题的情况。如果我们再往前查看，就会看到，在4月18号的时候，这个头版呢，他也曾经出现过没有习近平出现在标题的这种大报道。也就是说呢，习近平呢，他并不是说固定的每天都必须要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在过去呢，他时不时的有一天没有出现在头版报道他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果说啊，我们再以另外一个代表性的党媒喉舌新闻联播的报道来进行查看，我们会看到啊，从4月27号到5月5号期间呢，只有4月28号这一天，习近平呢没有出现在前2条的位置。这个应该就是属于刚才我们说的，它是属于偶尔会出现习近平缺席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从5月6号到5月8号连续3天时间，习近平呢，他从新闻联播的前2条的位置消失了。这个现象，它的确就非常罕见，非常的不寻常了。因为这几天呢，它正好就是习近平被迫逊位这个传闻闹得最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的这么几天。而到了今天呢，习近平一口气又独占了新闻联播的前3条位置，它的这个重要性好像一下子又回来了。所以呢，我们综合这个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这2大喉舌的报道一起看，对习近平的这个宣传呢，我们会发现它的确有一定的降温的迹象。但是若要以此就做出一个判断啊，说习近平就已经失去了权力了，他只是作为一种维稳的工具，是被头条，我觉得这个证据呢，明显还是不够的。那么第3个关键的问题，当然就是关于这个疫情防控的清零政策。这个清零政策它是否会继续实行下去呢？这几乎是被外界视为判断习近平是否真正的失去权力的最关键的指标之一。在上次我们就和大家分析过，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清零政策它都已经被高度的政治化了，而且呢，成为了双方权斗的最关键的抓手，对吧？也就是焦点的意思了。而且我们观察这个焦点中的焦点，它应该就是在上海。那么按照这个爆料人的说法呢，说虽然习近平已经被迫禅让，失去了绝对的权利了，但是呢，为了政局稳定和彰显习近平政策的错误的严重性，所以呢，这个政变势力这一方呢，仍然会在表面上维持着清零政策以及相应的宣传，但是呢，会在实际的执行上去放松。
就我个人目前观察到的情况，这个说法它其实不太符合实际的情况。我们总体来说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陆的防疫政策，它不但在宣传上没有改变清零的基调，没有降温，而且在实际的执行上，它反而是更加严厉了，它在升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吉林，吉林再度进行了全员静默式的核酸检测，以及上海这个暴力的抓人去隔离，还有暴力消杀这种现象，已经是日益的严重了。根据这个吉林省吉林市的疫情防控小组的官宣，从这个5月9号的6点到10号的6点，在这个城区范围之内呢，马上就要停止一切非必要人员的流动，要实施静态管理了，所谓的。然后呢，要进行一人不落的这种核酸检测。这个理由呢是说巩固疫情社会面清零的成果。然而我们都知道吉林市它是在刚刚1个月以前的4月8号才官方宣布说达到了社会面清零的，然后它在28号呢又宣布说有序的恢复城区生活秩序了。仅仅才过去了10多天，它就全员紧急的停摆，然后又来进行这种全员核酸检测，它显然就是清零不保了嘛，它一定是又出了什么幺蛾子了，对吧？不仅如此我们看到上海市的这个金山区，它是全市最早在4月20号就已经宣布说达到社会面清零的一个行政区。此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奉贤区的，它也是在5月1号的时候首批进入到了6个社会面基本清零的这个行政区名单。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金山区和奉贤这2个区呢，他们都在7号先后就发布了通知说，要求这个8号、9号连续2天要在全区范围之内开展2次全员核酸检测。在此期间，一律实施全域的静态管理。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显然是全国一盘棋的，也就是它要继续进行严格清零的这种部署。虽然在官方的层面上，我们看到每天公布的这个感染数据它都在大幅度的下降，包括上海在内的大部分的封城地区的这种物资供应的紧张情况，它其实是得到了缓解的。大面积的饥荒敲锅什么冲关等等现象已经没过去那么多了，但是强制隔离和入户消杀这2个问题却迅速的在开始抬头。比如说在河南郑州，今天就有这个视频流出，说看到这个省计生干部学院的学生全部都被拉走去进行集中隔离了。还有像北京西城区的李仁街3号院，1个人确诊，整个单元的人全部都要被拉走隔离。还有上海目前它每日的新增病例虽然下降到了4000例左右，但是呢，官方依然要求各区各街道办要层层立下军令状。什么军令状呢？要争取在5月15号之前达到社会面的清零。有一份这个网络曝光的浦东新区书记叫做朱之松的，就是他的讲话就显示说，在5月10号新增病例数呢，要比前一天必须下降60%。然后他还声称说即便自己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完成任务。大家就可以想想在如此高压之下，多个社区呢，他已经明确的要求了，说1人阳性，整栋楼的人员都要被拉走强制的隔离。而这个徐汇区湖南街道东湖区的居民区的一个通知呢，也显示所有的居民都必须要足不出户，连团购都要停止的，全体静默一直到15号为止。还有我们看到网络热传的一个视频显示，有一位居民他隔离期满回到家里以后，才发现大白门以消杀的名义呢，把屋主的财物和食品等等全都给洗劫一空，连他的鞋都没有放过。这其实和红卫兵抄家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对吧？不仅如此呢，即便在习近平缺席了这个人民日报头版新闻标题的那个5月7号、8号这2天，他也都有刊登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撰写的有关这个疫情防控的评论文章，而且是一个系列。这些文章呢，它是力挺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唯一值得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在5月7号的评论标题上呢，出现了这么一句话，叫做“因时因势做好精准防控”的这么一个提法。当然，这里的精准防控呢，我认为它很有可能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所以呢，我们综合这3大方面的实际信息来对比一下这个爆料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爆料传言呢，它其实是一个真假掺杂的这么一个信息集合体。就目前的情况看啊，我个人依然是倾向于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习近平他是遭遇了严重的挑战，他亲自部署的几大政策呢都遭遇挫败了，这个导致他的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但是呢，他采取了在对外的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包括在金融监管这些方面去让步来进行调整，换取他在对内的清零封城这方面他不肯放松，反而是更加严厉的这种方式来应对挑战他的势力。而这些反习势力呢，他也是顺势利用了这一点，就是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释放这个爆料，打击他的政治权威。这样做他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就是正如这个爆料人他自己所言嘛，说这个中共最高层的机构呢，它往往对中下层来说它也是不透明的，所以呢，大量中层以下的官员其实他们也都无从得知这个高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情况，他们也只能够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去悄悄地打听到一些这种真真假假的信息。所以这样的爆料它一旦释放出来，它产生的最大舆论效果就是它会让一大批搞不清楚状况的官员为了最大限度的自保，他会不约而同的集体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谁都知道啊，这种时候要是说错一句话，表错一次态，他很有可能就彻底断送他所有的未来。也就是说呢，上面呢正打得你死我活，而且都有各自的渠道来释放对自己有利的消息，所以这样的一个爆料，它实际上呢就是党内权斗爆发的信息战了。对反习派来说，他要是能够让一大批的官员不敢骤然的对习近平去表忠心，从而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他可以说就已经是达到信息战的目的了，对吧？最后一点啊，这个爆料他还提到说这次软性政变有一个16字方针，叫做提前交权，到站下车，平稳过渡，不追责任。这种情况它其实在中共的政治结构中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都知道，在中共的历史上，邓小平他对华国锋有发起过一次软性的政变，最终是和平的交权了。但是那个是因为华国锋他从未真正的掌控过军权，所以呢，他才会被邓小平等一群这种手握重权的元老所包围起来，然后把他给废除掉了。那么习近平他其实掌权10年以来呢，在军队他大力的搞这个反腐，还搞了军改。虽然我们不能说整个军队都是习家军，但是呢，要说他对军队没有相当程度的掌控，恐怕呢这也是不客观的，对吧？最起码呀，就连这个爆料人他自己都承认说，这个中央警卫团的指挥权呢，他依然是掌控在习近平的心腹丁雪祥的手中的。这个爆料人他自己也都不否认说，习近平他存在着利用丁雪祥来翻盘的可能性。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你说中共这样的一个组织，它会出现犹如在民主国家、民主体制才可以看到的这种和平交权，而且从来不会秋后算账，这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天方夜谭了。习近平他走到今天呢，他已经绝不可能适用于华国锋的这种模式。无论他最终这个内斗之中的胜败如何，他最后的结果呢，一定双方都会是刺刀见红的。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事件呢，其实它对中国来说，对真正想要摆脱中共这个邪教组织的暴政的人们来说习近平他其实继续加速呢，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也许呢，反习势力呢，他们这一方的确是想要通过去勾兑美国用换人来为中共延寿。
为这些权贵家族集团的统治得以延续而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是对习近平来说，继续的加速呢，已经成为他和反习势力之间对决的唯一的一个筹码了。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呢，他或许并不一定真的说他就不想减速，但是形势比人强，他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他没有了其他任何的路可以选择了。他只要一减速，那个就只能意味着他会被推翻，甚至是被清算。那么在他看来，虽然加速最终也是必然是要坠崖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那个是属于远虑。他现在只能够考虑用加速来解决近忧，他得先解决眼前的危机。所以呢，围绕着清零，围绕着上海，这场政治风暴恐怕远远还没有结束呢。我们都不妨拭目以待吧。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